这2份鉴定报告，第1份没有血缘关系，第2份有。这第1份鉴定报告没有血缘关系啊？是的。不是，冯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不会搞错的。难道长青是我的女儿？怎么会这样？第1个鉴定标本是长青和潘美森的，怎么会没有血缘关系呢？难道说长青不是潘美森的女儿？韦斯，你回来了！韦斯，韦斯，你别离开我！韦斯，你别再走了，你别离开我好吗？海洋哥，你醒了？这不是一如的房间吗？昨晚啊，你喝得太多了，醉得不省人事，我只好把你扶到我的房间来休息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长青，不会是我的女儿吧？容妈，今天是拿鉴定报告的日子，可是欧叔叔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呢？如果他拿到报告的话，应该会第一时间打给我的。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孩子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的，我们再等等啊。欧叔叔，欧叔叔，鉴定报告出来了吗？怎么说啊？你先别着急啊，先坐下。小姐，给长青泡杯奶茶。哎，好。欧叔叔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结果出来了，丁佳慧是潘伟森的亲生女儿。我还真希望她不是。那欧叔叔，你怎么了，欧叔叔？没有，我在想，应该怎么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啊，谢谢。来，长青，喝杯奶茶。黄医生，麻烦你再帮我做一次鉴定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，行吗？你放心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
总，欧总，欧总，欧总，董事长，欧总硬要闯进来，我拦不住。欧兄啊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，让你连最基本的礼貌都不顾了？潘伟森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全市最具权威的医院开出的 DNA 鉴定证明。上面的2个名字你一点儿不会陌生吧？潘伟森就是你。至于还有这个丁佳慧，你更不会陌生，就是你跟你这个老相好丁雅琴所生的女儿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混蛋！我告诉你，这一拳是我替易如打的。她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能那样对她？欧海洋，你不配当她丈夫。这一拳替义父打。他当年瞎了眼，怎把易如嫁给你这么个混蛋？这拳打我自己。我当年就不该让易如嫁给你，就该杀了你。董事长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要不要报警？不要，不管是什么人，都不许他们进来。哼，潘伟森，你也怕丑事让外人知道啊？不错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的错，我也内疚了10几年了。没错，我是在易如之前和雅琴交往过一段时间，可是和易如在一起之后，我就彻底和丁雅琴断了。我没想到雅琴竟怀了我的孩子，还把孩子生了下来。你说，我就算再没有良心，总不能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管吧？你别在我面前演戏了！你跟狄雅琴的事情我一清二楚。欧海洋，我知道你还在为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，处处针对我。但是，如果你只想让我难堪，你早就把这份鉴定证明公布了。但是你没有。那你说说你的条件吧。好，我的条件就是，你永远不能公开丁雅琴的身份，更不能让她进沈家取代易如的位置，要不然我就把这份证明公之于众。长青知道这件事情吗？长青知不知道不重要。长青这么善良的女孩，你扪心自问一下，你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了吗？哼！哎，就算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，这是我的家务事，轮得到你来插嘴吗？我这是替易如讨公道，我不允许你狼心狗肺。当年易如在医院动手术，医生说有60%的康复机会，可是那天晚上她却莫名其妙的死了。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怀疑，毕竟易如死了，你是最大的受益人。其实你早就背叛了易如，说不定害易如的那个人就是你潘伟森。欧海洋，你竟然这么污蔑我！丁雅琴的事情是我的错，这我承认。可我对易如是一心一意，没有什么可指责的。你要是有证据，尽管去告我；没有证据，就别在这里含血赔人。我没有证据，我一点证据都没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潘伟森，这份证明我要公之于众的话，你就知道后果的严重性。你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你承担得了后果吗？我听说你最近在偷偷的筹办婚礼呢。你敢娶那个女人进门，你就不顾沈老爷的遗嘱吗？
这只是一个复印件，留着你跟你的未婚妻慢慢欣赏。欧海洋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的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以为你自己做的天衣无缝，但是你别忘了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天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你把那个女人娶进门之时，就是我把这份资料公布之日。欧海洋，欧叔叔，我爸爸真的会按照你的话去做吗？你放心吧，他明天就会取消跟丁雅琴的婚礼。可要是万一他不这么做呢？毕竟他和丁雅琴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而且还生下了丁佳慧。如果那样，他就不是潘伟森了。来，伟森，我刚沏的茶，喝一点吧。雅琴啊，我们的婚礼取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？昨天还说忙过这一阵子就要举办婚礼，今天就变了，为什么呀？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还不是因为你们母女才让我受制于人。我做什么了？你自己看看。这是哪儿来的？欧海洋偷偷做的鉴定。他怎么知道我们的关系？欧海洋说了，只要我跟你一结婚，他马上把这份鉴定报告公布于众。只要他公布了，沈振岳的遗嘱马上就会生效，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。佳慧是我的女儿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想赖都赖不掉。你说我能怎么办？让他公布，让他公布好了，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。魏森，你是董事长，我们不需要怕他。魏森，你说的轻巧。这份报告一旦公布，沈氏那些老臣知道我对不起易如，必然会对我发难。到时候我在沈氏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。就为了给你一个名分，我20多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，还要被旁人耻笑和指责。丁雅琴，就为给你一场婚礼，付出这么大的牺牲，你觉得值得吗？魏森，我这么多年来对你是怎么样的，你心里最清楚。我一直都是安分守己，不想给你添一点麻烦。我想要一个婚礼，也就是想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边，也让佳慧可以光明正大的叫你一声爸爸，我们能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这样做会伤害到你吗？这些年呀，委屈你们了。但是你放心，虽然我给不了你一个名分，但是以后会更多的关心和照顾你们。我们3个还是在一起的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家，啊！魏森，这些我都不要，我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你在我这儿就可以了。知道，我知道。这份证明我要公之于众的话，你就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了。你处心积虑这么多年，你承担得了后果吗？你把那个女人娶进门之时，就是我把这份资料公布之日。该死的欧海洋，处处跟我作对。妈，我刚
刚才路过商场，看到一套很漂亮的床上用品，很适合你跟爸爸结婚用。明天我们去买吧，啊？妈，你是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佳慧，婚礼取消了，我做不了沈家的女主人，你也当不了大小姐了。妈，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和爸爸不是很快就会举行婚礼了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挡住了你爸爸的复归路。爸爸太自私了，他为了自己的前途和名声，好像我们不管。难道我们又要寄人篱下了吗？能寄人篱下，已经是很好的日子，怕就怕连这种日子也长不了。妈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爸爸不要我们了吗？以后爸爸都不会再管我们了吗？啊！如果我不和你爸爸结婚的话，那就是迟早的事情。你爸爸一定会再娶一位新太太，他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，至少你是在地位上和他匹配的女人。妈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如果我们逆来顺受的话，我们将来很可能会得到一笔安置费，数目也许会很多，但是我们一家三口就永远别想在一起，你和妈妈就要孤零零的过一辈子。妈，我不甘心，我不要这样。如果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爸爸，我或许不会有什么奢望，会安心的过日子。可是我已经知道他是我爸爸了，而且一起生活那么多年，你怎么忍心让这个快要圆满的家四分五裂啊？佳慧，你放心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属于我们的，谁也夺不去。佳慧啊，什么事啊？爸爸，你现在能回来一趟吗？什么事这么重要，非要我现在就过去啊？妈妈怀孕了。什么？怎么会呢？你不是一直在吃药的吗？自从你答应和我结婚以后，那药我就没有再吃。你也知道，我一直想给你生个儿子。你现在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要是有个儿子，那一定会对你的事业有帮助啊。你想，你要是努力了大半辈子，没有儿子来继承，那这半辈子的心血不都白费了吗？你真的怀孕了？我就知道你会怀疑我。那就算了，报告单在这儿，你都不相信。反正这个孩子你也不想要，明天我就去医院把孩子打掉，省得给你添麻烦。哎，雅琴，怎么了你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胃不太舒服。老话说得好，酸儿辣女。我怀佳慧的时候啊，就拼命的想吃辣椒，结果呢，生的就是女儿。我现在这么喜欢吃酸的，阿成这肚子里怀的是个儿子。雅琴，
这个孩子你不能打掉。魏森，有一个佳慧就够了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偷偷摸摸的过日子。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，我不是在逼你。可是我们得为孩子想一想。像这样的出身，对这个孩子好吗？尤其是一个男孩子，从小就被人嘲笑，被人欺负。他长大以后还能堂堂正正的做人吗？佳慧小时候总是和同学们吵架，同学们欺负他没有爸爸，才嘲笑他，才欺负他。我也没有办法，只能一次次转学。魏森，你不在我们身边，所以你看不到我们受到的痛苦和难堪。所以，我真的不想我的孩子再承受这些了。盼儿子盼了这么多年，老天爷终于开眼了，难道我真的要拒绝吗？不能，我不能放弃我的儿子。雅琴，魏森，我什么都能听你的，但这一次，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。我已经害了佳慧一次了，我不能再害这个孩子。这个孩子我们不能要，明天我就去把他打掉。雅琴，我不能再害他了。爸爸，我知道大人的事我不应该管，可是妈妈肚子里怀的是我的亲弟弟，你的亲骨肉啊！爸爸，如今你已经这么厉害了，为什么还要受别人的要挟？爸爸，如果他这次成功了，你就不怕他下一次再来要挟你吗？你就这样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吗？佳慧，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快和爸爸道歉！佳慧，爸爸，我不想失去弟弟，我不想失去。爸，记住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打掉这个孩子。魏森，妈，咱们成功了，爸爸相信了。佳慧，做得好。妈，你想的这个办法还真的很奏效啊。儿子是你爸的死穴，一点就中。你想，他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能有几次有儿子的机会？如果没有儿子，他这庞大的产业谁来给他继承？姓沈的已经压了他一辈子，他不可能把这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再拱手让给人家。妈妈，你觉得爸爸接下来会怎么做？你看到了，你爸爸拿走了那个化验单，说明他很在意那个孩子。他只是想拿着那个化验单去确认一下真实性。如果是真实的，他不会放弃这个孩子。那你说那个姓欧的会怎么做啊？他要是真的把证据给公开了，那爸爸会不会很麻烦啊？你爸爸做了10几年的董事长，这10几年呢，他董事长的位子不是白做的。长青啊，最近好像好久没有见到姓丁的两母女了。容妈，是这样子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看来是欧叔叔的威胁起了作用了。长青啊，你还是得小心点。这俩母女啊，绝不是省油的灯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怎么样，实际上可能在计划很大的阴谋呢。你还是要当心啊。容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
欧兄啊，是我。欧兄啊，咱们见个面吧，我想跟你好好谈谈。欧兄啊，今天特地把你约出来，是想向你道个歉。雅琴的事，确实是我不对，不怪你那么生气，还望欧兄看在昔日的情面上，海涵一下。不用跟我道歉，你对不住的是易如和长青。是，欧兄说的对，我是对不起易如，也对不起长青。可是我是逼不得已的呀。欧兄啊，你我都是男人，你一定能了解我的苦衷。当年我年少冲动，酒喝多了，铸成了大错。可我身为一个男人，总不能不负责任吧？我知道瞒着易如是我的错，可是一直以来，我对易如都是真心的。丁雅琴那边，我也只是出点钱照顾他们母女的生活，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瓜葛。直到易如过世后，我才觉得应该给她一个名分，算是她苦守这么多年，我对她的一点补偿吧。欧兄啊，你也知道，现在的我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如果不是看重这份情谊，我何必要娶一个像丁雅琴这样毫无背景的女人呢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潘伟森，你这番肺腑之言真的很让人感动。如果我不了解你，恐怕我现在已经被你打动了，没准还会称赞你潘伟森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。哎不，可是我太了解你了，说了这么多，自己都把自己感动了吧？可是我听起来浑身鸡皮疙瘩，真被那句老话给说中了：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呀！哼，你甭给我废话，有什么话直说。欧兄啊，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那么我也得拿出我的诚意来。如果欧兄成全，我愿意拿出我名下3%的股份给你，如何？真够下血本的呀，说明那个女人在你心里的地位可不低呀！欧兄，我知道你向来一言九鼎，只要欧兄点头，我马上兑现我的承诺。说完了。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，尽管提，只要我潘伟森能做到的，绝无二话。潘伟森，你别跟我耍花招，我不吃这套。欧海洋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就算你把这份鉴定报告公布出去，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我当不成沈氏这个董事长。我毕竟是长青的亲生父亲，我在沈氏辛苦经营这么多年，你以为你能牵制我多少？3%的股份不是个小数目啊！我劝你还是识点时务，见好就收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女人娶进门，我什么时候让你身败名裂。看来潘伟森跟这个女人关系不一般呢。那他会不会不顾一切把这个女人娶回家呢？应该不会吧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潘伟森今天的态度特别的强硬，应该是出了什么事吧。没想到我爸爸他这么在乎这个女人。长青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就交给欧叔叔处理好了啊。欧叔叔，丁雅琴这个女人并不简单，当年她为了要对付我，那么恶毒的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如果让她知道你一直在挡她路的话，她会不会不择手段地对付你呢？哼，只要她能不伤害你，就让他们对付我好了。反正我这么大把年纪了，什么都不怕。啊，老徐啊，你这个菜还没做好啊？我们都快饿死了啊！你们又在说我什么坏话呢？来，
尝尝我做的芝士卷心卷。你们两个可真会玩。开门。爸爸，请进。在看什么书啊？是言情小说啦。到底是女孩子家，都喜欢看这种白马王子的故事。哎，不过呀，考试快到了，你也该收收心了，好好复习复习功课了。可是我就是喜欢看这种书嘛，我也希望将来可以嫁一个白马王子。到时候，爸爸，你可不许吃醋哦。老看这种书怎么行啊？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将来爸爸老了，谁来接掌沈氏啊？我才不管呢！我只要每天有很多的钱可以花，有漂亮的衣服可以穿，还有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其他的事情我才不操心呢。好好好，不管不管。哎，对了，长青啊，你最近有没有去看看你的欧叔叔啊？去了，而且他还让乔姐给我买了好多东西呢。你欧叔叔有没有跟你说过些什么？说了。他怎么说的？还不是跟你一样，让我好好学习，复习功课，真的快烦死了。哼！哎，除了这个，他还跟你说过一些什么别的吗？比如说，爸爸要再婚的事。欧叔叔他又不住我们家，怎么会知道我们家那么多的事情？还有啊，你不会真的想和那个女人结婚吧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你不是答应过长青，不会让那个女人来霸占妈妈的位置吗？经过鉴定，这两个拓野标本的染色体相同比率为99.99%，可以认定是父女关系。长青是我女儿，长青是我女儿。欧叔叔，长青，你这么着急把我叫出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给你买了好多东西，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你看薯片，我每个口味都给你买了一种，还有衣服，还有好吃的，还有娃娃，我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，反正我就买了。欧叔叔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说话都语无伦次了？因为今天欧叔叔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。真的没什么事情吗？没事，来，给你，你拿着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欧叔叔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来嘛，欧叔叔，你陪我一起给小朋友表演个节目吧。欧叔叔不会啊。我教你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跳两只老虎，这是我们两个要表演的节目。两只老虎？啊！长青啊，叔叔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这还穿着这一身衣服，真的不行啊。哎呀，叔叔，你穿成这样多可爱呀！我先给你示范一下，你看着啊。
青是我们的女儿，我多希望她叫我一声爸爸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告诉她真相以后，会不会给她带来更大的伤害？好了，欧叔叔，你要跟我一起跳哦。来，把这个戴上，看着我啊！预备，开始！喂，那个女人怀孕了。好，怪不得潘伟森变化这么大。长青是我女儿，可是我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。这个女人想害我女儿，不会让她进沈家的门。海洋兄，你是不是改变主意了？恰恰相反，我知道你为什么非娶那个女人不可了。她怀孕了。你派人查我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海洋兄啊，你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呢？我不是跟你过不去，是因为你太贪心了。潘美森，我让你选。你要沈氏还是要儿子？如果我两样都要呢？不可能！我现在毕竟还是沈氏的董事长，长青的亲生父亲。只要我想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潘美森，你逼我这么做的。你看看这个。这个我已经看过了，你还有新鲜点的东西吗？你看清楚点儿。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鉴定是我和长青的，你看看结果是什么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对不起你。侯海洋，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去做这份鉴定的？潘美森，你早就知道了。当年那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一直以为不可能会有人知道这件事，没想到，当我看到沈亦如和你躺在一张床上，我杀了你的心都有。可是为了能和亦如结婚，我忍了下来。没想到，亦如竟怀上了你的孩子。当我知道了真相那一刻，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你知道真相又如何？就算我不是长青的亲生父亲，我照样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照样是。哼，潘伟森，如果我把这份鉴定结果交给董事会的话，你还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你别忘了，你坐在这个位置上是因为你是长青的父亲。可你现在连这个资格都没有了，你跟沈氏还有关系吗？